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终于迎来了结局。随着唐格拉尔与费尔南的关系破裂，两人彻底撕破脸面。这次，基督山伯爵的所有复仇铺垫已经全部完成，现在他只需将费尔南的发家史隐晦地告诉唐格拉尔，唐格拉尔自会不顾一切地将他绊倒，因为两人都有一份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关系破裂，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果然不久后，唐格拉尔就收到一份重磅炸弹。阿里帕夏军官被杀的真正原因，竟是因贴身守卫的叛变，而那位守卫正是费尔南。他在将阿里帕夏杀害后，不仅卷走了所有钱财，还将他的女儿卖到苏丹。唐格拉尔立马将这个消息交给了报社，报社迅速排版印刷，瞬间就在巴黎引起一阵轰动。与此同时，海蒂在看到这份报纸后欣喜若狂，而伯爵却平静地表示，这才刚刚开始，等明天费尔南正式回应这些质疑时，才是他们彻底亮出底牌的时刻。与此同时，阿贝尔与泰斯都看到了这份报道，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此时报社已经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且费尔南已经被传唤到参议院接受调查。而到了第二天，伯爵这边也准备就绪，他交给海蒂2份收据，一份是苏丹那边给费尔南的，另一份是费尔南给苏丹的。这2份收据将会彻底坐实费尔南的罪名。接着伯爵便以旁听的身份来到现场，而此次事关重大，由国王亲自召集，当面对费尔南进行审判。可即便如此，费尔南依旧嘴硬，信誓旦旦地称这一切都是有人恶意编造。然而有同僚质疑费尔南1822年从阿尔及尔回到巴黎后，突然变得极为富有，这该如何解释？费尔南一听急忙拉上唐格拉尔，称自己的钱都是通过股票交易发家的。害怕被咬出的唐格拉尔只能作证。而就在众人对他毫无办法时，一位证人突然被带到庭上，他正是阿里帕夏的女儿海蒂。费尔南瞬间慌了神。当审判长问起海蒂是否认识费尔南时，海蒂表示自己化成灰也认得，因为他是父亲的贴身侍卫。可在1822年那晚的大屠杀里，作为贴身侍卫的他却消失不见，直到第二天才现身，又逼死了自己母亲，还将自己卖到了苏丹。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见费尔南依旧在垂死挣扎，海蒂当即亮出了那2份来自苏丹的收据。而面对着铁证如山的收据，费尔南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签名。这次费尔南被赶出检察院，而接下来国王也会亲自找他谈话。阿贝尔问他这一切到底是否都是真的，可费尔南却愤怒地指责他，都是因为他将伯爵带进了自己的生活，还让他去除掉伯爵。阿贝尔怒不可遏，当晚便在歌剧院堵到伯爵，并当众向伯爵发起了决斗。而伯爵本顾及他母亲的面子，想要拒绝，谁料阿贝尔竟直接用手套扇在了伯爵的脸上。见此一幕，众人被惊得鸦雀无声，身后的雅各波和强盗首领万帕瞬间变脸，但伯爵却制止了他们，只是弯腰捡起手套，面无表情接受挑战，并将决斗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而泰斯得知此事后，连夜找到伯爵道歉，祈求他能放过自己的儿子。可伯爵却无法做到，因为在剧院的那一巴掌已经将伯爵架到了火上，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不是阿贝尔死，就是伯爵亡。闻言，泰斯只好打出感情牌，说即便为了自己，也不能放过阿尔贝吗？伯爵微微一愣，随即便质问泰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牢吗？看着泰斯一脸疑惑的样子，伯爵直接将举报信摆在他的脸前。泰斯在看完后也终于明白了真相，他不再央求伯爵能放弃复仇，只求他能放过阿贝尔。伯爵没有回答，而是突然问他是从什么时候认出的自己。泰斯回答道，他从见到伯爵的第一眼就已经听出了他的声音。The voice never changes. At first, I denied it was you, but love speaks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the mind. 伯爵听后倍感焦急，最终他同意放过阿尔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明天的决斗。But for that to happen, I must die. 而第二天一早，随着双方人员就位，伯爵与阿贝尔的决斗正式开始。但在开始前，阿贝尔却率先道歉，因为他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真相，才明白伯爵对父亲的复仇天经地义，所以自愿放弃决斗。就这样，阿贝尔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父亲费尔南还以为伯爵已死，谁料阿贝尔却说自己对他失望至极，以后都不会理他。费尔南一头雾水，拿出宝剑便冲到伯爵家里，气势汹汹地要向他决一死战。但伯爵却不慌不忙，在狠狠羞辱他一番后，由于无意识地讲出了自己的身份。费尔南瞪大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可直到伯爵将举报信拿出来时，他才终于认命，灰溜溜地离开了。而当他回到家后，妻子和儿子都已经收拾好了行李，费尔南彻底失去了一切。最终，他举起手枪，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还并没有结束，针对另外2位仇人的计划也到了收网的时刻。首先是唐格拉尔，他的土地期权即将到期，而铁路项目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他心急如焚地找到伯爵，希望他能将答应投资的500万法郎先打到自己的账户。可伯爵却声称他们有缘在先，要等他女儿嫁给斯帕达后才会付款。但唐格拉尔此时已经走投无路，因为随着费尔南的倒台，他在政府中也没有了朋友，现在必须立马支付购买土地的900万法郎，否则铁路项目将被收回。可他已经投资了500多万，几乎押上
上了全部的身家，但伯爵依旧不紧不慢，声称只要在周四他的女儿与斯帕达顺利订婚，所有的资金都会到位，并且为了安慰他，还以基督山伯爵的名义保证，这才让唐格拉尔放下心来。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伯爵精心设计的圈套，准备在周四的订婚仪式上将他彻底击垮。随后，斯帕达悄悄找到他的女儿，拿出基督山伯爵的亲笔推荐信，告诉他已经被罗马歌剧院的总监选中，只要他愿意前来演出，绝对能成为歌剧界的未来之星。女孩听后兴奋至极，但随即又面露难色，称父亲从不允许他登台演出。可斯帕达微微一笑，暗示道，若是已经到了罗马，他的父亲想管也管不到了，但如果周四还不动身的话，他们只能在订婚仪式上见了。说罢，斯帕达便冲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女孩瞬间明白了斯帕达的意思，有了这封推荐信，她完全可以与老师一起前往罗马追梦。而很快便到了订婚的日子。当唐格拉尔还沉浸在喜悦中时，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已经悄然来袭。等宾客们全部到位后，唐格拉尔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订婚仪式正式开始。然而所有人等了又等，女儿始终没有出来。心急如焚的唐格拉尔直接将门撞开，却发现女儿不翼而飞，还留下一地碎发，并且就在此时，内政部秘书长神色慌张地找到米娜，说警方已经发现了他们在股市上的猫腻，他现在必须要拿走最后一笔交易的分成。米娜听后急忙上楼拿钱，可当打开箱子后却惊得目瞪口呆，里面竟然空空如也。原来是女儿拿走了这笔钱，当做了去罗马的路费。而当两人来到楼下时，警察也推门而入，他手中拿着对内政部秘书长以及唐格拉尔和米娜的逮捕令，罪名是在股市上恶意套现。愤怒的唐格拉尔觉得荒唐至极，本想让伯爵出面证明，却不知他在交易所的所有黑幕都是伯爵亲自调查交给警方的，上面清楚记载了内政部秘书长是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股票的涨停提前告知米娜，然后由唐格拉尔买入抛售，而利用政府的内部信息在证监所交易乃是死罪，所以三人被当场逮捕。看着这一幕，伯爵如释重负，接下来他的仇人只剩维勒福了，而对付他只需在审判那位男孩的现场将接生婆当作目击证人传唤即可。所以当维勒福看到接生婆的瞬间，顿时大惊失色。接生婆缓缓开口，称自己在16年前亲手接生了男孩，而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维勒福。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维勒福听后愤怒不已，说之前接生婆就以此事勒索过他，这是严重的诽谤。但审判长却制止了他，让接生婆继续讲出孩子出生后的事情。而据接生婆回忆道，当年维勒福在给他付了钱后，便将他赶了出去，还威胁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当时就感觉不对，于是偷偷在树后看着维勒福将一个箱子埋进地下，等他挖出来时，才发现里面竟藏着一个活着的婴儿，而他便是如今的男孩。听到这，维勒福这才意识到自己要审判的人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更想不到自己与亲生儿子竟会以这般残忍又讽刺的方式相认。最终维尔福身败名裂，面对审判长的判决，他坦然接受，并默默地退出了法院，而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死刑。这次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之路正式结束，而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于卡德鲁斯，伯爵不仅给了他一整袋的钻石，还帮他在巴黎的闹市区开了一家生蚝店，继续从事他的本行工作。而在临走前，卡德鲁斯问他是否已经赎罪。 Have I redeemed myself? You've helped restore my faith in mankind. Not many have managed that. Write to me. I hope when this is all over, you find peace, Edmund. As do I. 而至于雅各伯与他的表弟，伯爵诚挚地感谢他们两人在这段时间的鼎力相助，现在可以回家了，而自己每年都会给他们寄一大笔钱，并且还有巴黎的所有产业全部交由雅各伯处理，无论是变卖还是经营，他都不再需要了。他要去旅行一段时间，去追寻内心被禁锢了14年的宁静。 Oh, when you send the money, send a little letter with it. Let me know what you're up to. When I get home, I'm going to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I will. 而故事的最后，埃德蒙再次回到了马赛，他在悬崖边上找到了泰斯，而这个位置对准的正是他做了14年苦牢的监狱。这次全片结束，而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被评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复仇巨著，除了因为埃德蒙复仇计划的严谨外，更重要的是他爱恨分明，对待帮助过自己的人千百倍的报答，而对自己的仇人则是毫无仁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